我的侍女是个穿越者，名叫洛晴。仅仅数日前，她因为犯错受尽了棍棒之苦。当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那一刻，性格有所转变。她自认为隐藏得很好，但实际上，自从她踏入我的视线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洞悉了她的秘密。为何我会立刻觉察？因为在洛晴之前，我已经打死过一位穿越女。曾经，她信誓旦旦地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，却又不惜运用一切手段，企图借着宫女之身爬上帝王的玉榻，来和我争这后位。与前者相比，我决定留下她的性命。因为她跟那位穿越女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或许是最近宫廷生活的单调乏味让我感到厌倦，我想给自己找些乐子。因此，尽管我心中明镜似的知晓她的真实身份，我却选择了故作无知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今儿怎么得空过来了？我立即上前相迎。近日江南水患一事让皇上忙得焦头烂额，已经有大半个月没踏进过后宫了。好不容易能喘口气，便过来看看你。算算日子，许常在的孩子快要生了吧？当皇上忽然提及许常在时，我心中掀起了微妙的波澜。许常在宫中向来并不受宠，即使她怀有皇嗣，皇上仍旧对她的关注几乎寥寥无几。皇上日理万机，竟还能记得许常在的产期。皇后这是吃醋了，朕是想等许常在的孩子出生后，便交由皇后抚养。说到此处，皇上的语气变得有些沉重。太医说皇后的身子不适合生养，此生恐难有自己的子嗣，那朕便送一个儿子给皇后。我与皇上成婚之后，却迟迟未能有孕。太医曾断言我的身子骨弱，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愿意给别人养孩子。我正想拒绝，却突然发现洛晴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悯。我身为皇后，生于显赫家庭，背后有着强有力的兄长支撑，她为什么会用怜悯的目光来看我？难道是因为听到我不能有自己的孩子？最终，我还是拒绝了皇上的安排。在我看来，他人怀胎10月，历尽艰辛诞下的骨肉，岂能放心让我来抚育？我没有料到的是，在许常在分娩的那天，皇上竟然直接命一个嬷嬷把新生的小公主带到了我的寝宫，而嬷嬷则在一旁不时地偷偷打量着我的神情。娘娘，皇上说了，若您喜欢便留下，若是不喜欢，再给许常再送回去。我下意识朝洛晴看去，如我想的那般，她的眼底又出现了我看不懂的怜悯。除此之外，似乎还有些别的情绪，只是我分辨不出来究竟是什么。给许常再送回去吧。嬷嬷愣了愣，只能将孩子抱了出去。其他人都出去，洛晴楼下。我的话一出口，就见洛晴眼底的怜悯瞬间变成了忐忑。你在怜悯本宫，奴婢不敢。倒是比上一个识时务。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娘娘不傻，只是什么？奴婢是觉得皇上将许常在的孩子送给您，并非想弥补娘娘的遗憾。那你以为皇上将许常在的孩子送给本宫是为了什么？与皇上成婚以来，我与皇上从未红过脸。平日里，什么好的东西都往我宫里送，留宿在我宫里的时间比去其他妃嫔那里的时间加起来还要多些。偶尔有那些个不长眼的妃嫔冒犯我，他们的下场不是被打入冷宫，就是被降了位分。世人皆道皇上独宠皇后，从未有人怀疑过皇上对我的用心。我很好奇，洛晴是不是知晓什么我所不知道的事？良久之后，洛晴才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。娘娘可知，沈昭仪的孩子也快要出生了？洛晴口中的沈昭仪素来乖巧，平日里不争不抢，加上身子骨又弱，在这后宫里没什么存在感，所以至今也只进过1次位分。前2年还大病了一场，皇上念在他父亲的份上，便让我免了他每日的请安。只是没想到他的身子虽弱，运气倒好，皇上去他宫里留宿的时间并不多，但却有了身孕。可洛晴提沈昭仪做什么？奴婢斗胆猜测，皇上将许常在的孩子送给娘娘，是想绝了娘娘将沈昭仪的孩子抱过来养的心思。我的心里咯噔一声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奴婢知道。我呼吸一滞，陡然想起沈昭仪刚被太医诊断出有孕时，我与皇上开过的一个玩笑。那时沈昭仪大病初愈，我便戏言称等将来她将孩子生下来后，我要接回身边养育。在那之后不久，许常在便也有了身孕。你说这些就不怕本宫杀了你吗？闻言，洛晴瞳孔微缩，但她仍然鼓起勇气开口：怕，但我更怕您死不瞑目。在许常在生产那日，外头正在下雨，他又不小心跌了一跤，孩子便意外早产，好在母女平安。如今想来，许常在这一跤摔得实在蹊跷。试问外头正在下雨，地面湿滑，他有何非要出去不可的理由？于是我让人暗中打听那日许常在宫中发生的事，同时又召来太医询问许常在当时的情况。许常在身强体健，小公主也快要足月，虽是早产，倒也不打紧，平日里细心些照料即可。我下意识想到了沈昭仪，可话到了嘴边，便又强行咽了回去。
如若皇上真的如同洛晴说的那般，那这太医未必肯对我说实话，甚至还会打草惊蛇。我换来从小跟在身边的侍女，替本宫去一趟将军府。听闻太医院新来了一名医女，是神医谷谷主的亲传弟子，又治好了太后，更是深得太后的喜爱。如今这位医女已经成为宫中的大红人，位分高些的妃嫔都曾请她帮自己诊治过。倒是素来体弱的沈昭仪，自那医女入宫以来，还不曾请她帮自己诊过脉。皇上，听说那位医女医术很是了得，沈昭仪体弱的毛病，这么多太医都没能治好，不如让那医女去瞧瞧。我边说边打量着皇上的神色，有病治病，若只是体弱，也可以让她调养调养，你意下如何？陆神医近日为许多妃嫔都看过病，沈昭仪又刚生下小皇子，若是带了病气过去，反而是弄巧成拙。等小皇子满月之后再说吧，反正沈昭仪体弱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了，再等一阵子倒也不打紧。还是皇上考虑的更周全些。不过什么？沈昭仪如今为皇上诞下皇子，这位分是不是该升一升了？沈昭仪因养育皇子有功，被晋为妃尉，皇上选了臣字作为她的封号。小皇子满月那日，册封沈昭仪为臣妃的圣旨一大早便送了过去。我原本还提议要给臣妃摆上2桌庆贺，但皇上却并未应允。他得了晋升，便已是恩典，庆贺便不必了。言语之间，他似乎并未将陈妃放在心上。小皇子的满月酒已经很低调了，臣妾是想借着陈妃妹妹晋升的喜事，让宫里头的姐妹们都高兴高兴。皇上沉默片刻，终于点了头。那便依你。宴席就设在陈妃宫中，因她身子弱，我一直让她独居一宫。许常在因要照看小公主，便只命人送了贺礼过来。同样没有子嗣的惠妃，一不留神便多喝了几杯。她原本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可那孩子还不足1周岁，便夭折了。自那之后，惠妃便没再有过身孕。娘娘，惠妃不慎从椅子上跌落了下来。今日在场的妃嫔都喝了酒，难免会有所失态。太医毕竟是男子，不便前来诊治。我的目光从陈妃身上一扫而过。这样吧，你去将陆神医请过来。陈妃欲言又止，她身侧的嬷嬷当即上前：“娘娘，该给小皇子喂奶了。”怎么，陈妃竟然亲自喂养小皇子吗？臣妾的身子如今已经大好，便想亲自喂养。给小皇子喂奶之事，便交给奶娘吧。今日后宫的姐妹们特意前来为你庆贺，你若是不在场，那岂不是太过失礼？陈妃抿了抿唇，片刻后才从容坐下。那便依皇后娘娘所言。Hello。在各宫落锁前，陆神医悄悄来了我的坤宁宫。见到我的那一刻，陆神医双眼含笑：“双儿姐姐，多年未见，你如今可还好？”阿正，过来说话。陆神医原名陆征，是我小姨的义女。双儿姐姐，我悄悄看过了，那位陈妃身子强健得很，并不像是生过重病的样子。而且我在太医院的这些时日，本想找机会看一看她的医案，可却没能找到。我本来还想暗中打听，但太医院的那些太医对于陈妃相关的事情似乎忌讳得很，我怕打草惊蛇，便没敢多问。我们阿征懂事了。陆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正想说些什么，脸色却猛然一变。他不由分说，便将手指搭在了我的手腕上。见状，我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淡了下来。良久，陆征才面色凝重地说道：“双儿姐姐，你之所以不能有孕，是因为你被人下了绝育的药。”将陆征送走后，我便换来了洛晴。和上一次一样，他眼底的忐忑是藏也藏不住的。你可知，这位陆神医是我的妹妹？奴婢知道。说吧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上一次，洛晴告诉我，皇上对我的宠爱都是假的，所谓的圣宠，不过是为了替他的心上人当活靶子。如今皇上纵容我所做的一切，将来都会成为废后的理由。奴婢还知道，待皇后娘娘的父亲和兄长回京述职时，皇上会将通敌卖国的罪名扣到他们头上，宋氏满门除6公子外，连幼子都会惨死，就连娘娘也会被赐死。我压下满腔的疑虑，我知道你是穿越的，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还不曾发生的事情？因为您生活的世界其实是一本小说，而我是穿书的。在洛晴的耐心解释下，我明白了穿越和穿书的区别，但偏偏我跟皇上以及陈妃都只是这本小说里的配角。这本书的男主是您的6弟，在您和宋家出事时，宋家的家仆用自己的孩子和6公子互换了身份，又趁乱将他送了出去。6公子从此隐姓埋名，吃尽了苦头。爹爹、母亲、阿姐、哥哥，
所有宋家的人，上天有灵，我一定会让狗皇帝血债血偿，阿荣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最终为宋家平反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不禁有了几分安慰。如此说来，皇上和陈妃的下场并不好。他是这本书里的反派，下场自然不会好。他正要说其他的，就听外头响起了敲门声。娘娘，钱嬷嬷来了，让她进来。钱嬷嬷是我派去打听许常在早产一事的人。娘娘，奴婢打听到了，那日许常在之所以会摔跤，是因为他佩戴的珍珠项链断了，许常在不慎踩到滚落在地上的珠子，这才导致小公主早产。这是那日许常在所佩戴的珍珠项链，奴婢发现断口处有人为的痕迹。既是人为，那这东西你又是从何处得到的？如果有人要害许常在，断不会留下这么大个把柄。这条珍珠项链是皇上赐给许常在的，所以那日事发后，许常在的侍女将这链子捡了回去。奴婢怕被人发觉，便放了一条假的过去，但奴婢却发现皇上身边的朱公公又悄悄将那条链子拿走了。我与洛晴对视了一眼，心里有了个可怕的猜想。此事你就当不知，莫要声张。是。现如今一切都已经明了。我故意称病，将母亲召进宫中。皇帝得知后，又派人给我送了好些补品过来。以往这种时候，我心中都是欢喜的，但如今再看，心中只觉讽刺。而且皇上晚上经常悄悄溜进陈妃宫里，一待就是大半宿，天快亮时再偷偷溜走。进士房的记录，他每个月只聚一次。若非听你这么说，我都不敢相信他为了陈妃做到如此地步。小说中陈妃是个穿越者，所以皇上只是喜欢她的特别之处，加上陈妃的活也好。原来如此，上次你未说出口的话就是这个吗？不是，陈妃之前害死过惠妃的孩子，就连皇上都不知道。我记得当年皇上喜欢那个孩子喜欢的紧，没想到居然是陈妃下的手。他若是知道这件事会是什么反应，我很期待。还有呢，皇上之所以这么讨厌你，是因为他告诉皇上是娘娘您害死了孩子。因为您家大业大，皇上不能拿你怎么样，逐渐就相信了他的鬼话。后来他又在皇上耳边嚼舌根，说了您的不少坏话。堂堂帝王竟没有自己的主见，在皇上眼中，她就是个弱女子，心地善良。其实陈妃就是个白莲花，表面一套，背地里又一套。这么说，皇上那样对我，大部分都是他挑拨的嘛？跟他脱不了关系。娘娘，你要原谅皇上了吗？宋家助他登上帝位，他可以不感激，可以忌惮，但不该往我宋家头上栽赃通敌卖国的罪名。我父亲和兄长镇守边关多年，身上布满刀伤剑伤，可到头来却死于莫须有的罪名，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，这笔账找谁算？若非遇到洛晴，我恐怕到死都不会知道他跟陈妃背后的小动作。这口气我咽不下去，也不打算咽。母亲来时见我倚在榻上，以为我真的病了，神色格外焦急。娘娘，听闻您……母亲，我没事，今日称病召母亲入宫，是有一事想与母亲商议。有什么事，非得用这样的理由让我进宫？女儿昨日梦见父亲和哥哥回京了，皇上没告诉你吗？岁末你父亲和哥哥就会回京述职。知道，听说边关有很多新奇的玩意儿，我想让哥哥帮我带一些回来。我将提前写好的密信递到母亲手中，我要的东西都写在信里了，劳烦母亲派人快马加鞭，尽快将这封信交到哥哥手中。信里我用了只有我跟哥哥才能看懂的密语，即便这封信落入皇上手里，他也看不出什么来。至于母亲，她与我一样，都养尊处优惯了，早早知道皇上干的事情未必是件好事。若是能藏得住倒还好，若是被皇上察觉了端倪，我怕事情会脱离我的掌控。等待期间，我并不打算让他们好过，等着瞧吧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我想吃影嫔做的点心了，巧儿，你去一趟长乐宫。是娘娘。麻烦娘娘了，杜麻烦，能为皇后娘娘做点心，是嫔妾的荣幸。娘娘，皇后娘娘大半夜让您做点心，分明就是刁难。难道本宫不知吗？皇后背后的势力，谁敢明面上跟她对着干？娘娘，让奴婢去吧，天色不早了，您也早些休息。这是皇后第一次找本宫做点心，断不可怠慢。更何况长乐宫到坤宁宫不是很远，中间只隔着永宁宫一炷香的脚程。皇上，
皇上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永宁宫，陈妃的寝宫，为何皇上要偷偷摸摸的进去？今日天气不错，更适合出来看戏。当然我自己看显得多无趣，自然是带着大家一起看。同为妃位，陈妃妹妹宫里的好东西倒是比其他人的都要多。可不是嘛，就连封号都比其他姐妹好呢。是啊，同人不同命。陈妃妹妹生个孩子，便从昭仪晋为妃位，而许常在生个孩子，却依旧只是个常在。影评今天怎么了？平时就你话最多，今天居然一句话都没说。昨晚我看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。看到了什么？皇上去了陈妃宫里。去陈妃宫里怎么了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本来我也觉得没什么，可是进士房也没有昨晚的记录。而且皇上居然还是偷偷摸摸的进入永宁宫，这怎么可能？皇上不会这么做的。天色那么晚，说不定你看错了。实不相瞒，本宫也遇到过。由于这事太不可思议，就没敢说出去，也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就没敢告诉大家。惠妃的话一出口，众嫔妃一时哑口无言。惠妃是宫里的老人，对下人也很和善，品行更不用说了，她的可信度要比影评高得多。我之前还羡慕陈妃的运气真好，皇上每个月只去一次，没多久就传出有孕的消息了，这根本就不合规矩。是啊，说得对，可能是皇上怕我们知道他独宠陈妃，反而会针对他，所以才用了这个办法。妹妹们也不要怪皇上。惠妃这句话看似在体谅皇上，实际上也是让大家明白一个真相，那就是皇上对待他们和陈妃是不同的。既然皇上这么怕我们针对陈妃，那我偏要反着来。说来也怪，自从陈妃进宫后，除了许常在和陈妃有孕外，其他妹妹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经过惠妃的提醒，众嫔妃一时间全部陷入了思考。今日的惠妃似乎跟之前不同，平时游玩都是沉默寡言，从来不会像今天这么多话。她今天这个举动算是帮了我，还是说她已经知道陈妃就是害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了？我现在还不能拉她跟我一起对付皇上和陈妃，她对皇上用情至深，如果她不相信我，反而会因为她提前打乱我的计划，不然一切就没意思了。有时间再套她的话。不过有些东西时间久了，自然是藏也藏不住，也是时候让它浮出水面了。还有一个大料，大家还不知道呢。双儿姐姐，我还发现了一件极其离谱的事。什么事？不止你被下药了，其他嫔妃也同样如此。你说什么？只不过双儿姐姐的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只是暂时怀不上孕，而你的药足得多，时间久了会损害女子宫体。娘娘入睡时经常出汗、做噩梦，跟这个也有关系吗？这说明毒素已经进入了体内，再继续用药，用不了多久就会。陆神医，你一定要救救娘娘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双儿姐姐会没事的。可我并没有吃过什么药啊。你当然没吃，但你天天闻啊。除了皇上送我的安息香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。而且皇上不只送了我一个，各宫的姐妹都有，难不成真是这香的问题？猜对了，上一次回去之后，我一直在调查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药。不对啊，之前我们经常一起讨论医术，我也略懂一点，这安息香没有问题，确实是助眠补气血的好东西。安息香确实没问题。那你刚才还说有毒什么的？我来说吧，是耳环的问题，里面有婆罗香。婆罗香和安息香互相克制，分开使用确实是好东西，但若一起使用，那就不简单了。这耳环是陈妃送的，她还给各宫的姐妹都送了，一个送香，一个送耳环，这算盘打得挺响啊。我之前也没有想到，但其他嫔妃的脉象跟姐姐都有些相似，太医们不可能看不出来。那时候我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根本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，所以我偷偷的跟踪嫔妃，终于在一个妃子身上发现了端倪。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没有理由要对付其他嫔妃啊。惠妃出事后，陈妃就想第一个出生的皇子是她的孩子，皇上竟然也答应了，然后就是这样。这对狗男女真是无恶不作。不管怎么样，孩子都是无辜的，陈妃也下得去手，现在就连其他嫔妃皇上也算计，两人直接绑死，免得祸害其他人。好了，都回宫吧，本宫乏了。
许常在，你留下。许常在目光忐忑，明显有些不安。等人都走干净之后，才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不知娘娘有何吩咐？”许常在瞧着这东西，可觉得眼熟。这应该是嫔妾的东西，为何会在娘娘这里？我若不让人将这东西拿过来，你如今还能看得到吗？娘娘的话，嫔妾听不太明白。你怎么会听不明白？否则又怎会与小公主同吃同住，寸步不离？原本我是没打算和许常在挑明的，可我发现他不是个蠢人，应该已经猜到自己早产的真相。求娘娘给嫔妾指条明路，跟本宫来。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由于惠妃的提醒，其他嫔妃纷纷拿出陈妃送的东西查验，确实在里面发现了一些东西，只是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。他们还挺聪明，怕这件事有端倪，并没有找太医。将手镯交给外面的大夫查验，这些金子就都是你的了，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不然你知道得罪我们娘娘的下场。放心吧，一定给娘娘办妥。皇后一天不除，本宫就多担心一天。娘娘，就连皇上都站在咱这边，皇后掀不起多大的风浪，过不了几天，皇后之位就是娘娘您的了。现在只需要耐心等着。就怕那位陆神医是皇后的人，他已经将本宫的身体状况告诉了皇后。娘娘多虑了，陆神医是太后从寺庙带回来的人，又是神医谷谷主的亲传弟子，怎么会和皇后牵扯到关系？就算皇后发现了什么，也查不出来是我们所为，毕竟整个太医院都是我们的人。陆神医给其他嫔妃都治过病，会不会知道我们下药了？她一个黄毛丫头能有多高的医术？其他嫔妃的药下的不足，脉象上只是看着有些虚弱，需要调养而已。放宽心吧，娘娘，皇上的心都在这里，娘娘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也对，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皇后直到现在还自以为皇上最喜欢的是她，真蠢，也配做我的对手。刚才太后主子派人传话，所有嫔妃明日前去陪同散心，娘娘还是早些休息吧。自打进宫以来，太后只念经礼佛，不经常出来走动，怎么会突然想起来带着嫔妃散心？之前就连皇上去劝说都不行，奴婢也觉得奇怪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明日本宫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出来走动走动，头痛是不是好多了？是啊，哀家心里好久都没有这么舒畅了。您啊，就是在屋里久坐，又不经常出来见见光，才会导致头痛发作。好，哀家就听你的。没想到陆神医这么讨太后欢心。是啊，我还从来没见过太后重视过水。许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小心跌了一跤，打扰了母后的雅兴，是妾身的错。只要人没事就好，你也回宫好生休养着。谢母后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从镯子里面掉了出来。这是陈妃姐姐送的镯子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该不会这是什么害人的东西吧？可是陈妃也送了我，里面不会也有吧？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摔了陈妃送的镯子和项链，从里面掉出大量的婆罗香。不得不说，这些嫔妃在这一刻配合得很好，定是昨晚派出去的人有了消息，才会这么着急铲除陈妃。太后见到此场景，也皱起了眉头，毕竟是上一届的宫斗冠军，怎么会不怀疑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这不是害人的东西。那陈妃妹妹，你来说说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婆罗香，具有美容养颜、调节气血的功效。你去看看。是。这位嬷嬷从小跟在太后身边，跟我一样，也只是略懂一点医术。回太后，确实是婆罗香。那就好，看来是哀家误会陈妃了。母后，是妾身的错，请母后责罚。哀家为何要罚你？是妾身没有早些告诉姐妹们，要不然今日也不会闹出这样的乌龙，都怪妾身。你也是出于好心，哀家怎么会责怪你？只是这些镯子和项链都非常的珍贵，就这么被摔烂了，我的心意也随着这些首饰一同被糟蹋。好了，哀家替你做主，既然众嫔妃如此急躁，从现在开始每人抄佛经300遍，明日交给哀家。如果母后实在要罚，就罚妾身吧，毕竟是妾身没有告诉姐妹们里面放了东西。你还是心地太善良了，这样早晚会吃亏的。没关系，只要姐妹们还跟以前一样感情好，
我心里哪怕再不高兴，大家肯愿意再相信妾身，妾身死而无憾了。傻孩子，既然你替他们求情，那哀家就放过他们。谢母后。你们的心性倒真不如陈妃，应该好好跟她学习学习。其他嫔妃看着这一幕，顿时气得牙痒痒，又无可奈何，而陈妃却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们，仿佛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不过你的戏也该演完了吧？我立即使了一个眼色给陆征，他马上心领神会。不对啊，怎么啦，丫头？皇上给每个宫里都送了安息香，众所周知，婆罗香和安息香互相克制，倘若一起使用会损害女子宫体，长期接触会导致女子不孕，或者即便有孕，也多半会小产。什么？陈妃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你这么做跟毒害皇子有什么区别？难怪这几年来众嫔妃一直未有身孕，居然是你搞的鬼！不是这样的，其实妾身并不知道他们互相克制。母后，您要相信妾身啊！滚！若是刚才陈妃没有那一套说辞，太后或许还没那么讨厌她。一听到她的所作所为，表里不一，就更让人反胃。我刚才没有打断她表演，就是想要这样的效果。皇额娘，陈妃心思如此歹毒，断不可相信啊！如果她真不知道婆罗香和安息香互相克制，那为什么她不使用？偏偏就她有了身孕，所以很明显她在撒谎。我没有，我为什么没有使用？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强词夺理。幸好当初皇上嫌那个镯子不好看，要不然妾身也一直戴着了。没想到里面居然有这种东西。是啊，妹妹好运气，我们就不行了，恐怕一辈子都难再有身孕了。如果我们以后不能再有孕了，那还是女人吗？母后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去把皇帝叫来，快！太后是过来人，知道在宫中怀不上孕的女子代表着什么，再加上陈妃害的还是整个后宫。至于我为什么不把皇上供出来，太后肯定会为了皇上想办法隐瞒这件荒唐的事，陈妃可能还会获得太后的保护。我再想动她，只怕难上加难。现在只能让陈妃全部背锅，处罚才会加重，往后再慢慢收拾皇上。皇上没多久就赶了过来，看见心上人跪在地上，眼底立即出现了心疼。看他样子，嬷嬷应该在路上都告诉他了。皇额娘，不怪陈妃，是这。皇帝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，还用哀家教你吗？这种毒妇该怎么处理？想必太后已经猜到了一些，只要皇上不说出那句话，这锅陈妃背定了。我也知道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：第一，她怕众嫔妃寒心，更怕我寒心；第二，怕其他大臣看笑话，丢了皇家的颜面。皇上，您终于来了，救我！皇上一时间手足无措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是在告诉我帮帮他，只要我替陈妃说2句话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我转过头，假装没看见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们这对狗男女？此等行为如此恶毒，降为答应，打100大板，禁闭1年，面壁思过。皇上不可让姐妹们寒心了，如果打100大板，降个位分，这件事就过去了，岂不是大家以后都会争相模仿？是啊，这也太轻了。皇后说的不无道理，这样的处罚未免太轻了。那皇后有什么更好的意见？想怎么处置？这属于谋害皇嗣的罪名，灭九族都是轻的。看在他为皇上生过一个皇子的份上，重轻处罚，罢免沈家官职，将陈妃降为答应，打100大板，打入冷宫。我不打算立即处死沈答应，只是想留着他慢慢玩。眨眼间，我好像看到皇上松了一口气，就好像只要我不处死他，那就已经是万幸。那就依皇后所言。不要啊，皇上，咱们雨儿还离不开娘亲。你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刚刚满月的皇子呢？皇上，您真的不管妾身了吗？您明明知道。住口！快把他拉出去！不一会儿，外面就传来了惨叫。皇上时不时的往外看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在乎沈答应，而这个眼神我曾经也见过，只不过他已经不会再属于我了。双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冷不冷？只要能见到你就不冷。哎呀，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红薯，你一直放在怀里吗？我怕凉了，就用了这个办法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看看身上有没有烫红。娘子，这么着急吗？你怎么这样？我只是看看有没有烫伤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更何况我还没有答应嫁给你，你叫的未免太早了。你早晚都是我的人，你要是敢嫁给别人，我就去抢亲。你嫁几次，我抢几次，直到你愿意嫁给我为止。你也太霸道了吧！只对你，快吃，一会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红薯？我母亲都不让我吃。我们刚相识的时候，我见你居然看着红薯差点流口水。你才流口水，不理你了。哼！偌大的将军府，
竟不让宋千金吃红薯，这倒是一件奇事。因为因为什么？放屁！你还小，真不理你了。好了，我不笑了。放心吧，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嫌弃你。只要你嫁给我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管饱。想起来，我还是他第一个喜欢的人。那时的他还是个没有势力的皇子，身边也没有那么多莺莺燕燕，我们的感情还那么的美好。不出意外，沈答应被打入了冷宫，这里脏兮兮的，到处都是蚊虫，加上疯疯癫癫的嫔妃，他哪里受得了此等罪？整夜都盼着皇上能够去看他，把他救出去。有些嫔妃竟然晚上悄悄往冷宫放蛇，又安排伙食，每天让他吃馊饭。大胆奴才，你知道本宫是谁吗？就敢给本宫吃这些？就这些，你爱吃不吃？臭东西，你敢这么对本宫？等本宫出去了，第一个就嘎了你！奴才好怕呀！哼，现在给本宫跪下！刚才的事，本宫既往不咎。娘娘说的对，怠慢了娘娘是奴才的错。对了，冷宫有蛇，赶快派人撒些雄黄。呀！你真当自己还是陈妃呢？你得罪的可是皇后娘娘，想出冷宫，下辈子吧。皇后，你真当自己是宫里的老大了？现在的忍耐都是暂时的，等皇上接我出去，那时候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既然你敢这样对我，那我就如你的心意。等皇上看见我受到这么多虐待，他一定会更恨你。你以为把我打入冷宫就能回转他的心意吗？做梦！经过这几天的折磨，沈答应整个人看起来消瘦不少，顶着重重的黑眼圈，也不敢睡。听说有天晚上他入睡时，被窝里都是蛇，给他造成了不少的心理阴影。这下他更坐不住了，每天盼望皇上来看他，又悄悄写信派人给皇上送过去，都被我拦下来了。交出来！皇上为什么不来冷宫？他倒是想先问问其他姐妹答不答应。他们打着照顾皇上的名义，实际上就是轮流监视，根本不用我动手就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。这就是他惹到众怒的后果。差不多到时候了，也该让皇上见见他的心上人。我下了命令，其他姐妹就不再缠着皇上了。她们倒是很听我的话，可能跟我一样也对皇上寒心。皇上，您终于来了。而皇上差点没认出来眼前的人，沈答应瘦得不成样子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就连空气中都充满着臭味。冷宫没有洗澡的地方，加上环境问题，就像刚从粪坑捞出来的一样。皇上下意识地捂住了口鼻，他从小娇生惯养，哪见过这场面，顿时露出嫌弃的神情，生怕沈答应扑上来。毕竟沈答应之前跟现在简直判若两人，让人第一眼感觉恶心无比。当然皇上也不例外。皇上，臣妾好想您，您不知道这冷宫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当沈答应扑上来的那一刻，皇上差点没吐出来，但还是忍住了。想必他心里还是蛮在乎沈答应的，不然早就离开冷宫了。皇上，冷宫里的人都欺负我，还有人往我被子里放蛇，饭菜都是馊的，甚至还有人往我碗里撒尿。皇上，快救我出去，这里我1分钟都待不下去了。经过他的描述，皇上再也忍不住了，终于吐了出来。皇上是嫌弃我了吗？那我走就是了，反正现在也没人爱我。朕不是嫌弃你，只是今晚的饭菜不合胃口而已。你之前就说过以后要爱我一生一世，还让我做皇后，你忘了我们的誓言了吗？朕不会忘。那我现在就要你杀了皇后。你犹豫了，你对他动了情，对不对？皇上，您别忘了是他杀了惠妃姐姐的孩子，那孩子才刚刚1岁啊，他还有大好的光阴，就这么早早的去了，你竟还在因他心软。皇上，您看看我这几天他把我欺负成什么样子了。不要再哭了，你越哭，朕心里越不好受。爱妃近日受苦了，今晚朕就去烧了她。看吧，我只是哭几声而已，皇上就心疼的不行。皇后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就算你把我关进冷宫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一次你还是输了。本来朕想让你活到宋将军回朝，没想到你敢这么对待月儿，简直是找死。为什么要放皇上去冷宫？那件人肯定会胡言乱语，皇上肯定以为那些都是娘娘您做的，会更加恨您。我又不稀罕他会有多爱我，他之前那么恨我，也不差这一点。在这宫闱之中，一个女人最可怜的地方就是相信君王的感情。许常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，他很聪明，从头到尾都没相信过皇上，只不过为了在宫里活下去，不得不去争宠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你说皇上更在乎皇位还是他呢？皇上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姐妹动过真情，但他看沈答应的眼神是不同的，妾身觉得皇上两个都在乎。那就让你看看他更在乎什么，安排下去。姐妹们今晚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要出来。
皇上，这是干嘛呀？这是要为了他杀了我吗？你怎么能与月儿相提并论？朕与他从小青梅竹马。那皇上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你什么？你只不过是皇上上位的工具而已。你真当皇上第一个喜欢的是你啊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姜文秀，是真的。从一开始，朕就在骗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月儿说她想做皇后，朕只能想办法得到宋将军的支持，骗你的感情也是必然。你就不怕杀了我？父兄找你问罪。放心，你的父兄很快就会去陪你，到时朕也会将你伪装成意外身亡，因为没人会怀疑你是朕杀的，所有人都以为朕最喜欢你了。安排的不错，不过这个结局我不喜欢。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结局？看在你即将死的份上，我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。我想要你们这对狗男女关进冷宫，慢慢在冷宫发烂发臭。都这时候了，还在口出狂言？我在冷宫受了这么多苦，不让你体验一遍，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动手！眼看这些官兵不为所动，姜文修瞬间怒气中烧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违抗朕！没听见这位皇上的命令吗？动手吧！你们，朕是让你们抓皇后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从你想杀我的那一刻起，宫里所有的士兵早就被我哥一点一点的换了。现在整个皇宫，不应该这样说，宫内宫外都已经被包围了。你是想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们的计划吗？可能上天都看不下去了吧。双儿，哥哥，幸好哥哥看了密信后选择相信我的话，并听从我安排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没想到双儿在宫里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现在就杀了这对狗男女，解你心头之恨。双儿，你也配这么叫他？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再给你机会来杀我吗？不会的，我再也不会了。双儿，你相信我。那好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杀了他。不要啊，皇上。除了这个，我都听你的。你下不了手，正好我也有件事需要让你知道。什么事？自然是关于你心爱之人的事，带上来。不关奴婢的事，是陈妃安排奴婢杀了惠妃的孩子，一切都是她安排的，跟奴婢没关系啊。你说什么？皇上，是陈妃要害皇子的，跟奴婢没关系。你有什么解释的吗？不是的，是他冤枉我，他现在肯定跟皇后是一伙的。你来告诉他，你现在跟我是一伙的吗？奴婢这就实话实说，确实是陈妃做的，她还故意嫁祸给皇后，为的就是让皇上您讨厌皇后啊。她怕您动了真情，不愿意废除皇后，才用了这个办法。姜文修顿时大脑一片空白。要说当年他没对我动情，那是假的。那段时间的相处可谓是最幸福的时光，有很多时候他都想放弃跟沈竹月的誓言，就想这样跟我过下去。现在告诉他一切都是沈竹月安排的，他也恨错了人，他怎么可能接受得了？是不是只要我杀了他，你就会给我一次机会？已经晚了。双儿，我错了，不要走。我父亲登上皇位，而我被封为了公主。沈竹月和姜文修被关进入地牢，等候发落。太后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下场，很快离开了人世。我不喜欢在宫中的生活，便去了民间开一家医馆。沈竹月和姜文修的孩子被我送到了一户善良的人家，而他的身世无人知道。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承担那两人的错。众嫔妃倒没有因为姜文修过多伤心，跟着我一起去了民间。我们再也不会为了男人勾心斗角，拿着父皇的钱没事就去游山玩水，过得好不快活。姐姐，洛晴跟我相处的时间久了，就跟陆征一样，称呼我为姐姐，我也认她是我的好妹妹。洛晴，谢谢你的出现。双儿，你来了。你的死期到了，我怎么会错过？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姜文秀，你用他骗了我的感情，这次你不会以为我还会傻到被你骗吧？那时候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后来我也是被沈竹月骗了，才会那样对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如果你真的喜欢我，又怎会被他骗？从一开始你就想铲除我，不是吗？我错了，双儿，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对我，肯定是心里有气。我想好了，我们找个世外桃源，好好过日子。我以后会慢慢弥补你，让你看到我的真心。哼，你有真心吗？动手吧。双儿，不要走。不要过来。沈竹月被我哥丢进了风花雪月场所，听说每天有30多个男人出入房间，最终得了脏病，全身溃烂，没有一块能看的地方，又被老鸨丢进了森林自生自灭，那里都是豺狼虎豹，想必也活不成了。
大哥，是人，今天有口福了。别碰，你看他身上，这是不讲究卫生的标志，竟然还没有我们爱干净。所以小可爱们要饭前洗澡。